那就不睡了，来，姨丈抱着你。战印怕老婆累了，把洋洋抱过来，找话题和洋洋聊着，逗孩子开心。看着战印耐心地逗着洋洋开心，不管洋洋问什么问题，她都很认真回答。海彤看丈夫的眼神满是柔情以及感激，这辈子能嫁给战印，是她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看着，海彤觉得眼皮重，她想睡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她就靠在车椅背上睡着。等她醒来时，已经回到了悠悠山庄。在她和战印的房间里，房里安安静静的，洋洋应该不在，战印也不在。海彤坐起来，看到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她伸手拿过了手机，看了一下时间，都下午2点。她竟然睡了那么久。人清醒后，她又觉得肚子饿，随着肚子渐渐隆起，本来就胃口还好的她，变得更能吃，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。产检时，医生叫她少吃多餐。海彤翻身下床，先是走到床前，拉开了厚重的窗帘，外面阳光明媚。管城的冬天，若是没有冷空气南下，白天又出太阳的话，真的没有冬天的感觉。冷空气南下，气温就会降得很快。有时候今天穿一件长袖衫，还会觉得热，恨不得换成夏天的短袖。当天晚上就会觉得冷，第二天就要穿2、3件的衣服。出个门都要缩着脖子走路，冷得直搓手。可是当你赶紧下单买厚衣服的时候，往往货还没有收到，气温又回升，买回来的厚衣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往身上穿。管城的冬季真正上演着天气变幻莫测，反复无常。略站了几分钟，海彤转身离开窗前，准备下楼去找吃的。她刚走到房门口，房门就被推开了。战印站在门口，正准备进来，看到他笑：“老婆，你醒了，饿了吧？我正想上来看看你醒了没有，叫你下楼吃点东西再睡的。刚醒的，饿死了，我现在就下楼吃饭。”战印拉着他：“我给你重新做了饭菜，刚做好的。”他们回来后，由于海彤睡着了，他不忍心叫醒爱妻，便让他继续睡。他们先吃了饭。苏腾带着未婚妻回了管城吗？过来拜访老太太。老太太自然留他们在山庄里吃饭，所以没有让大家等着海彤醒来。战印也没有让厨房给老婆大人留饭菜，而是等大家用过餐后，他看着时间，亲自下厨，重新给海彤准备了丰盛的午餐，让海彤醒来可以吃到新鲜做好的饭菜。给我留点也可以的，我又不介意。不用问，海彤也知道他是不想让他吃剩饭。我好久没有给你做饭了，正好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吗？老六现在就天天给他未婚妻做菜。会做菜的人给自己心爱的女人做饭，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。海彤笑：“老六和欧阳雅有进展了？”还没有，不过他说欧阳雅挺欣赏他的，只要欧阳雅欣赏他，想让欧阳雅爱上他并不难。1年时间，我觉得足够了。我们战家的男人都优秀，魅力无边。战印在夸赞弟弟的时候，不忘也夸了自己一回。他是觉得他魅力无边的，事实上也是如此。海彤偏头看他，笑道：“对，你们家兄弟都魅力无边，其实最吸引人的是你们家的家风，是你们家男人都宠妻，对待感情都专一。好家风，好男儿对感情专一，就特别的吸引人。只要家里有适嫁年龄女儿的人家，哪一家不奢望女儿能嫁入战家？不图战家的大富大贵，图战家男人的专情。洋洋呢，早就跟着老九去疯了，不知道是在山庄里疯，还是到山脚下去，有老九看着他，不用担心他。我不担心他回到家里，多的是人看着他，我一点都不担心他。海彤又叹口气，他爸那边有时候真想骂人。周红林老是跟洋洋说那些话，让洋洋担心我姐不疼他了，担心东明哥会不喜欢他，
还说什么我姐生了2胎就不要他。在车上我都想骂人了。碍于洋洋，我不得已忍着，憋死我了。海童无比庆幸地道：还好，我姐跟周红林离婚了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：他就是嫉妒姐过得比他好，若是姐过得不好，他就是另外一副嘴脸了。所以说，报复出轨的丈夫就是过得比他更好，那是他就是嫉妒，他家人也是。海童又偏头看他，笑着：还是我老公好，好家风出好男儿。老公，谢谢你当初无条件的娶了我，若没有你，我和我姐的命运不会改变。战印宠溺地道：老婆，这是相互的，咱们俩前世修来的夫妻缘分，这辈子咱们就会在一起，一辈子相亲相爱的。遇到你，爱上你，也是我的福气。若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会不会结婚。海童说道：你这么优秀，只要你想，随时都可以结婚。没有感情的结婚很容易，难的是两情相悦，并且能够一直爱着，能过一辈子，相互理解对方，信任对方。想到他们俩是闪婚的，战印补充了一句：若是换成了别人，我未必会动心，可能在奶奶100年之后就会离婚，因为是你，我才会动心，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老公，我发觉你现在越来越会说甜言蜜语了，你的情话甜得像喝了蜂蜜一样，我那是真心话，掏心窝的，不是哄你。我知道呀，我又不说我老公骗我。海童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，还在楼梯上就看到了老太太坐在大厅的沙发上，苏腾和程沁坐在老太太的对面，唐君叶则陪坐在侧，几个人聊得很愉快。老太太很喜欢程沁，知道程沁是苏腾的命定之女，她不好打程沁的主意，不过以战家和苏家的关系，程沁见了她也得叫一声战奶奶，算是侄孙媳妇儿。肥水倒是没有流入外人田，老太太还是能接受的。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，几个人抬头看，见是战印夫妻俩。老太太婆媳俩的笑容更灿烂了。彤彤醒了。老太太朝海童招手，示意海童过去。不用她招手，海童每次下楼，只要看到婆婆和奶奶坐在大厅里，她都是第一时间先过去陪他们聊聊天。奶奶妈。海童嘴甜的叫了一声，又向苏腾和程沁打招呼。苏腾回忆点头，程沁则是笑着：海童，好久不见。他的视线落到海童隆起的肚子上，问道：什么时候生？阳历5月底。程沁在心里算了算时间，笑道：还有3个多月。他看着海童的肚子，有点欲言又止的。海童在老太太的另一边坐下，长沙发上坐了婆媳3人了，战印没有位置，只能在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来。程小姐想说什么，直说无妨。看出程沁欲言又止，海童温和地说道：叫程沁不用担心他会生气。大家都看着程沁，程沁被大家看得有点不好意思的。他说道：也没什么，就是我在武馆上班，经常能看到孩子们的家长，也能经常看到孕妇，总结了一点经验，我看海童的肚子怀的10有8九是个小子。别人怀孕，我说他们怀的是小子，他们肯定开心。但是战少家里的情况，不太一样。我怕说出来，你们大家不高兴。战少大家是盼着海童生闺女的吧？说完后，程沁自己笑道：其实生男生女都一样，咱们这一代年轻人又不重男轻女。海童是最先说话的，他笑道：这个生男生女又不是咱们女人能决定的，不管我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，战印都得接受，这是他的孩子。战印赶紧接话：我又不重女轻男，奶奶才是。老太太瞪了孙子一眼，轻咳2声，说道：我好不容易盼来的曾孙，不论男女，奶奶都喜欢。当然了，若是曾孙女，奶奶会更高兴，但奶奶没有重女轻男。
你们有证据证明奶奶重女轻男吗？唐君业小声嘀咕着，那是妈没有机会重女轻男，自己没有生有女儿，几个儿媳妇也没有一个生有女儿的，导致她没有孙女，曾孙一辈若还都是男的。老太太真的是终其一生都不能如愿，不就是没有机会重女轻男？老太太偏头瞪着儿媳妇，海童扑哧的笑，程沁也忍俊不住。苏藤想笑的，又怕事后遭到老太太的报复，她只能憋着。被婆婆瞪着，唐君业直了直腰肢，更加的理直气壮了。妈这样瞪着我，我也没有说错，妈不就是没有机会重女轻男？你但凡有个女儿或者孙女儿，绝对的重女轻男，没有机会重女轻男，就只能一直疼爱着儿孙了。老太太轻拍了儿媳妇一下，抱怨的道：我为什么没有机会？还不是你们不争气，一个两个的，生那么多小子做什么？白白嫩嫩的闺女多可爱啊，也不见你们给我生个孙女。看君言多可爱啊，每次看到小丫头，我都想把她偷抱回来养着。君家老太太现在看到我，就像防贼似的防着我，怕死我真偷走她的曾孙女，她都有女儿的人。老太太还真的挺羡慕君老太太的，自己有个闺女。虽说孙辈那一代没有女的，但是曾孙这一辈却有个君言呀。小丫头真的很可爱，又很好带，不爱哭。她活了80多年，第一次见到像君言这般好带的娃娃。唐君业嘀咕地道：这能怪我们吗？妈自己不也没有生到闺女，自己有闺女才好呀。妈年轻时又不去抱养一个闺女回来养着，换换花，说不定我们这一代就能生个闺女呢。老太太，你以为我不想吗？我年轻时有个朋友有好几个女儿，我看中人家一个丫头，就想抱回来当成亲闺女养着，结果抱回来了，养了不到半年，娃娃差点小命都丢了，老生病，折磨的只有半条命，我只得抱回去给她亲妈。也是奇怪，娃娃回到亲妈身边了1个月后就不生病，身体也好了起来。我不信邪，又抱了另外一个朋友的闺女回家里养着，结果也是老生病，经常看医生，吓得我朋友赶紧来抢回去了，说我们占家就是和尚庙，自己有闺女也养不住，抱养别人的也养不住，我就死了心。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公婆还有往上2代的祖宗都生有闺女的，只是没有养成，夭折了。海童说道：是奶奶不会养闺女吧？奶奶太想要一个闺女，抱一个娃娃回来养着，就会养得小心翼翼的，跟你养儿子不一样。有时候孩子养得太精细，反而不好养，才会身体差，容易生病。老太太自己有几个儿子，因为儿子多了，就像养猪似的养着了。突然拥有个闺女，以她老人家盼女的心情来看，她养起闺女来绝对是精细中的佼佼者，养得小心翼翼的，对孩子反而不好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老太太不会养闺女，而且老太太年轻时要陪着丈夫打江山，忙得很，难免会照顾不到位。她自己照顾孩子是万分小心，交给保姆照看未必能做到她这样，孩子不就容易出问题。要是老太太像养儿子那样养闺女，想来战印现在都会有至少一个姑姑，哪怕是抱养的。老太太是这样吗？想起几十年前自己对待2个女宝宝的小心翼翼，再回想起自己养儿子养孙子，老太太叹口气，那是奶奶不会养闺女，没有闺女的命，以后若有了曾孙女，她就抱抱。豆豆玩好了，不管喂养的事，由着孙子孙媳妇安排。现在的年轻人养娃，跟他们老一辈是不一样的了。奶奶，彤彤刚醒来，也饿了，先让彤彤去吃点东西。战印错开了话题，就是怕爱妻听多了，又有生女压力。老太太婆媳俩异口同声说道：彤彤，快去吃东西，别饿着了。老太太还骂了战印：阿印，你应该先带彤彤去吃东西的。
怎么能让彤彤饿着肚子？孕妇要少吃多餐，经常让她吃点的。别人怀孕养胎养得肉乎乎的，看看我的彤彤被你养得只有肚子大，身上都没有几两肉。战印奶奶一看到彤彤就猛招手，还怪到我头上来了。奶奶是蛮不讲理的代表。海彤替自己的丈夫说话，奶奶，你还真别怪战印了，我怀孕又没有瘦，只是没那么胖而已，我也不想太胖，到时候减肥很辛苦。她时刻记着姐姐当初生完洋洋后，没有管理好身材，导致越长越胖。海彤不会让自己成为大肥婆的，哪怕战印说她不会像周红林那样。男人的话，他不是不相信战印，他想当一个美美的孕妈妈。你也不胖，能吃下去还是要多吃的。你快去吃东西吧，别饿着了。老太太怕再说下去，海彤得继续饿肚子，催着她赶紧去吃东西。苏少主，程沁，我失陪一下。程沁微笑地嗯了一声。战印带着他的老婆大人去吃饭了，他就坐在海彤的对面，看着海彤吃东西，还有补汤。海彤只喝了1碗汤就不要了，你多喝半碗汤，免得不长肉。奶奶又怪我，好像我虐待了你似的。战印还想再帮他盛半碗汤，海彤抢回了碗，拒绝地道：不要，我已经吃饱，再吃就撑着，晚上都吃不下。奶奶说的话你听听就好，别放在心上，他老人家也没有恶意，不是真的怪你。老太太是他的亲奶奶呢，奶奶最疼你，自从你进我家门，他老人家的感情天秤就偏向你。战印故作吃味地道，他老人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最疼爱我的奶奶了，等到我的孩子出生，估计我都要贴墙边去。海彤扑哧的笑，你还吃味了？过几天我姐回来，我姐对你比对我好多了，我岂不是也要吃味？哪有姐对你最好，对我好，那是希望我能够对你更好。她也知道我们夫妻俩的感情，哪怕偶尔闹点意见，也是小打小闹的，只要你不去我姐面前告我的状就行。战印嘿嘿的笑，虽然我的老丈人以及丈母娘不在了，不过还有个大姨姐，我好歹有个投诉的地方。谁叫你有时候不听我的劝阻，非要做些危险的事？她怎么就嫁了个喜欢回她娘家告状的男人？你不理我，让我受委屈了，我才会去跟大姐说说的。海彤再一次无语了，老婆真的不吃了？这都是我亲自下厨为你准备的，你以为我是猪八戒能吃那么多？你做的菜是多，每样吃一点，就吃饱了，还喝了1碗汤。海彤起身就要收拾碗筷，坚决不吃了。战印立即阻止他，我来，你出去陪奶奶说说话，傍晚苏南和小军会来咱们家里吃饭，给我炖的补汤，晚上分一点给小军喝。听说好友要来吃饭，海彤就开心了，有人帮忙吃点她的孕妇营养餐。她婆家人不会像苏南的表姐那样管得严哦，现在苏南的表姐对沈小军没有管得那么严了。沈小军的肚子比海彤的还大，月份也大了1个多月。苏南的表姐说，胎儿有这么大了，就不用刻意去准备营养餐了，让沈小军正常饮食，不过没有营养的垃圾食品，以及孕妇慎吃少吃的食物，还是不给沈小军吃，沈小军自己也不敢吃。现在他吃东西习惯性去查一查孕妇能不能吃。过来人都说第1胎照书养，第2胎照猪养。好，到时候让沈小军帮你吃一点，你吃不下，又不会逼着你吃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的。战印边收拾碗筷边说道，他在家里亲自下厨做饭时，连碗筷都是他收拾，不用佣人做。大家也清楚这一点，知道大少爷与大少奶奶独处时就喜欢这样做。大少爷觉得这才是普通夫妻的生活方式，虽说他们出生在富贵家庭，是大少爷，但他们还是人，是普通的凡人，就喜欢像普通夫妻那样过着寻常的生活，虽平淡却幸福，也带给他不一样的感受。
悠悠山庄的所有工人都知道，自从大少奶奶进门后，他们那位冷冰冰的大少爷越来越有人情味了。虽说在他们面前还是冷冰冰的，大家却知道大少爷心里有一片柔软的地方，那是大少奶奶软化的。在山庄里，战印的威名已经下滑了些许，他们现在更喜欢更听海童的话，觉得大少奶奶比大少爷好说话。若是他们遇到了麻烦事，跟大少奶奶说一事，准能得到解决。大少爷那里他们就不敢去说了，也不敢指望大少爷能帮忙。不过跟大少奶奶说了，就等于是告诉了大少爷，大少奶奶办不了的会跟大少爷说一声，比他们亲自求到大少爷那里事半功倍。也知道大少奶奶是大少爷的软肋，只要他们忠于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以后是当家太太吗？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大少奶奶处理的。看到他们对大少奶奶的忠心拥戴，大少爷只有高兴的份儿。彤彤，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别放在心上，我没有重女轻男的思想，只要是咱们的孩子，不论儿子女儿我都喜欢的。战印担心爱妻又有生女压力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奶奶只是遗憾而已。我若是奶奶，我做梦都想着抱个曾孙女的。海童理解奶奶对曾孙女的渴望，换成是她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闺女都没有就头大，然后3个儿子又给她生了9个孙子，一个孙女都没有，她看到那么多孙子会更加的头大。9个孙子还是只生曾孙，没有曾孙女的话，假如一个孙子都生2个孩子全是曾孙，就会有18个曾孙，没有一个曾孙女。海童仅是想想都觉得可怕，老天爷就是这样盼着女儿的，偏偏生的都是儿子，盼生儿子的又总是生闺女。谁不想儿女双全？海童也想儿女双全，与重男轻女或者重女轻男无关，就是想儿女双全，觉得那样才完美。哈哈，他果然也是个贪心的，结婚1年才怀上现在这一胎，曾经也有过生孩子的压力，现在还没有卸货呢，他就想着拼2胎生闺女，拼个女双全了。老公，我出去走走。海童说道，顺便看看洋洋和小九在哪里疯了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叫成小姐陪你，傍晚就回来，天一黑风就大，会冷一点。知道了，在自己的家里你还担心什么？海童边说着边走出餐厅。以前的战印话不多，现在的战印在他面前像个老妈子似的，爱唠唠叨叨，喜欢替他安排一下。程沁陪着海童出屋去外面散步，程沁跟着苏腾来了悠悠山庄，一直都是陪着老太太聊天，还没有好好的赏赏山庄的冬景。管城的冬天不会下雪，相对于程沁来说，管城的冬天太暖和了，他看到山庄的景色并不输于他初次到来时，反而有着不一样的美。小姨，洋洋手里拿着一只风筝，被九少拉着回来，看到海童后，他正拖了九少的手，边叫喊着海童边跑过来。小姨，你醒了，你想看我放风筝吗？今天风大，我和九叔还有其他小朋友在草坪上放风筝，很好玩，我都还没有玩够，九叔就把我拉回来了。洋洋仰着头，期待地看着海童，希望海童说想看他放风筝，那样他还可以下山跟其他小朋友们一起放风筝，像在风尘山庄那样。龙婷很会放风筝，哎，想龙婷了，他和小姨今天才从风尘山庄回来的呢，他就想小伙伴了。大嫂，洋洋老是脱外套，风大，我怕他着凉了，要求他穿上外套，否则就带他回来。他不肯，我就把他带回来了，让他待在屋里玩。战燕替自己辩解一下。海童看到了小叔子手上拿着的外套，正是洋洋的。他轻点了一下外甥的额头，说道：“要穿外套哦，就算玩得热了，也不能一下子就脱掉外套，那样很容易着凉的。你九叔帮你拿着的外套都是薄外套，
穿着不会热，但不穿很容易就感冒。洋洋哦了一声，将风筝递给海童帮他拿着。他从战燕手里拿回了外套，穿上了。九叔，我不会再脱外套了，你能带我下山放风筝吗？放了那么久的风筝，换一下吧，可以玩其他的。战燕觉得带着一大群只有几岁大的小朋友放风筝，显得他很幼稚。他好歹也有16、17岁了，是个大孩子了。那咱们去充气城堡那里玩好不好？还有滑滑梯。战燕，好吧。他们家里的儿童游乐园是他儿时的乐园，小时候的确很喜欢去玩，现在他都这么大了，就很少去玩了。不过带洋洋去那里玩，他也可以重拾童年的乐趣，在充气城堡跳一跳，还是挺开心，挺解压的。大嫂，我带洋洋去儿童乐园玩了。战燕带着洋洋走开时，不忘和海童说一声，也向程庆说道：“程姐姐，我和洋洋先去玩。”海童笑着点头，他对程庆说道：“咱们也跟着过去看看吧。”他是不能在儿童乐园玩那些项目，不过可以看着他们玩。程庆乐意奉陪，他也玩心重，于是两个人便跟在战燕和洋洋的后面走着。你和苏少主什么时候办好事？海童看着程庆问道。程庆脸有点红，说道：“苏腾希望越快越好，我就觉得我还年轻，不着急。”顿了顿后，程庆又说道：“我听他的，我一家人都喜欢。”海童笑道：“我都听说了，苏少主在你家里表现得很好，苏家主夫妻俩也是个好说话的，他们盼有个儿媳妇盼了很长时间。苏家主夫妻俩在熟悉的人面前的确是很好说话。以战家和苏家的关系，苏家主夫妻俩是将海童当成侄儿媳妇看待的，海童当然觉得他们很好说话。苏腾情况特殊，他这一辈子只会对程庆一个女人有反应，他想结婚生子，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只能娶程庆。苏家主夫妻俩知道儿子的情况，只要儿子能遇到他的命定之女，夫妻俩都阿弥陀佛了，又怎么会对程庆不好？程庆也很合他们的眼缘呀，他们就喜欢文武双全的儿媳妇。怎么说，苏家的少主夫人还是会有点危险的，若是一般的千金小姐，并不适合成为苏家的少主夫人，容易成为苏腾的软肋，影响到苏腾。程庆就不一样了，拳脚功夫厉害，有足够的自保能力，程家武馆桃李满天下，想动程庆的人都得掂量掂量，他本身就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，与苏腾搭配属于强强联手。苏家主夫妻俩自从知道儿子有寡情病后，觉得天都塌了，都不敢抱希望了，做了那么多的努力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他们差点崩溃，想着儿子若是喜欢个男人，他们都认了；若是喜欢女人，不管那个女人是老是少是什么出身，他们也不嫌弃。做梦都想不到儿子的姻缘会落在程庆身上。程庆比儿子还小上10岁呢，年轻、漂亮、自信、大方，又文武双全，家里条件也不差。夫妻俩知道这件事后，都觉得苏家的祖坟冒了青烟。苏家祖宗在地府里到处打点，保佑着苏腾，才让苏腾遇上的程庆，高兴极了。苏家的列祖列宗们也不容易哈。苏少主对待感情绝对专一，你也到了适嫁的年纪，既然两情相悦，早点结婚也没什么。海童笑道：“你家那位怕是着急得很，他年纪可不小了，只比陆东明小1岁。他想早点领证结婚，那就先领证了，等挑了好日子再办婚礼。”苏家早就给他家里送去了彩礼。苏家主夫妻俩去程家拜访时，就准备了厚礼，程家不收。等到2个孩子的感情稳定了，两家家长也没有意见之后，苏家便将之前准备的厚礼加到彩礼里面去，一并给亲家送去，言明是给程庆的彩礼。
程家人觉得礼太重，不过还是收了。苏家给的彩礼越多，表明苏家越重视这门亲事。这么说，你们俩是计划年前领证了？程庆点了点头，明天上午9点左右，我们俩就去民政局领结婚证。海童当即向他道喜：程庆，恭喜你，你嫁给苏腾，会很幸福的，也不用担心苏腾变心，他这辈子只会有你一个女人。程庆脸上染着红晕，海童，不怕你笑话，我最动心的就是他这辈子只会对我一个女人有反应。用你的话说，完全不用担心他会变心，他对其他女人没有感觉，没有反应，他就是知道了苏腾有病，这种病他能接受，再加上和苏腾认识后2个人相处得很好，苏腾的各方面都让他很满意，是他心目中的丈夫人选。父母兄长考察过苏腾，父亲还特意飞莞城一趟，打探苏家的家风，苏腾一家人的品性，觉得不错，就同意了他们俩在一起。至于苏家的门槛高，用他爸的话说，难道我们程家的门槛就低了？哈哈，程庆也觉得自家的门槛并不低，配苏家还是苏得起的。这有什么好笑话你的？换成任何女人，在面对着苏腾这样一个男人时，就算不心动，也会考虑，给个机会发展一下的。咱们先坐坐吧，我挺着个肚子，走得远了一点儿，就会觉得有点累。海童在路边的一张长凳子前坐下，招呼着程庆也坐。他坐下后，习惯性地摸了摸自己隆起的肚子。小家伙感受到妈妈的抚摸后，踢了踢，当作是回应妈妈的抚摸。海童又摸了几下，都得到回应。程庆坐下后，看着他的肚子，眼神柔和，有胎动了吧？有了，不过他动得不是很厉害，想来是个沉稳的性子。都说一个人的性格，其实在胎里就形成了。像他爸爸战少性格沉稳。程庆笑道，看得出来，战少很期待你们爱情结晶的出生。别说他了，我都期待。海童没有再摸肚子，怕摸得多了。小家伙动得厉害，他笑，他是第一次当爸爸，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。虽说我带过娃娃，洋洋就是我照顾着长大的，但洋洋只是我的外甥，感情是不一样的。自己怀孕与胎儿骨肉相连，那种母子感情是他从洋洋身上体会不到的。可惜不是女儿。海童不说，其实他也盼着生个闺女，特别是每次看过军言后，他就盼着有个闺女，也越发能理解奶奶的感受了。面对一屋子的儿孙，愣是没有一个贴心小棉袄。老太太能不盼曾孙女吗？可以生2胎，说不定能够儿女双全。你们战家这样的家庭又没有养娃压力，现在都放开了3胎，还可以拼3胎。海童，过几年再说吧，肚里这个生出来，养到3岁上幼儿园了，再考虑要2胎的事。2胎若还是个小子，就死心了，不想拼3胎。一个孩子，我觉得孤单，生2个有个伴就行。他们家的家风好，教育好孩子，也不用担心2个孩子吵吵闹闹，反目成仇。他最喜欢婆家的家风，也认可老太太对儿孙的教育方式。战印这一代有9兄弟，我和他拼不到闺女，那8个人也拼不到。我觉得在这一代，肯定能打破战家无女的局面。奶奶认识的那位厉害的大师，是说过他和战印会女双全。在还没有生到女儿之前，海童都不敢100%的相信，总要变成了现实，才会相信大师算得灵验。程庆扑哧的笑，也是人多，几率就大，不过还是自己有闺女更爽一点。大家都宠着你的闺女，好过你去宠着人家的闺女。海童看着他好一会儿后，笑道，你这样说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我和战印有没有那个命了。现在科学发达，可以人为的。程庆建议。想到老太太说过的事，程庆又赶紧说道，算了，在你们战家
还是别人为干扰了，万一那样更痛苦。就怕战家真是和尚庙专生儿子的，用高医技术做试管婴儿，生了女儿也养不大，那样的话更加痛苦。不曾拥有过，只会遗憾；曾经拥有过却失去了，往往是痛苦。你姐和陆四少怎么样了？有结果吗？程沁换一个话题，免得海童有心理压力。他知道海玲和陆东明的事，苏腾什么都会和他说，只要与苏腾私交不错的这些人，他们的爱情故事，苏腾都告诉他。提到了姐姐的好事，海童笑着，我姐和东明哥也是打算先领证，年后有空了再办婚礼。过几天我姐和东明哥就从江城回来，会在年前领结婚证，跟你和苏腾差不多。陆四少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，祝福海玲姐和陆四少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。程沁真诚地送上祝福。苏腾熟识的人个个都收获了幸福，苏腾和他也要领结婚证，有情人都成眷属，真好。海童说道，我替我姐姐谢谢你的祝福，她和东明哥走到今天是挺不容易的。最初是姐姐不接受陆东明的感情，陆家长辈也反对两个人在一起。陆东明很强势，他认为婚姻是他的事，他想娶谁就娶谁，毕竟是他要过日子。不管父母如何反对，他坚持要和海玲在一起，坚持追求着海玲。只是海玲一直不接受他，表示不想再嫁，一心一意经营他的生意，养大洋洋就完成任务了。陆东明追求海玲是挺辛苦的，还要受到父母的阻拦。后来他出了车祸，有可能会坐一辈子的轮椅。天之骄子的他接受不了，心态崩溃，怕拖累海玲，决定放弃时，他的父母却想通了，同意他和海玲在一起。陆太太还请海玲照顾他。总之，走到今天，两个人决定领证结婚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们的爱情之路走得比海童等人的要辛苦，时间也长，好在都熬过来了。两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幸福，希望两个人能够白头到老，幸福一生。海童比谁都盼着姐姐和陆东明能够携手并肩，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过一辈子。他和战印也是。